每日中文，大家好呀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珊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宇。林珊，今天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没精神啊，怎么了？唉，别提了，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位听众的留言，看完之后我心里挺难受的。他说他学中文已经半年了，每天都背单词，可是总觉得没有任何进步。昨天他和中国朋友聊天，还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现在特别想放弃，问我还要不要坚持。王宇老师，你说学外语怎么这么难呀？我太理解这种感受了。其实这很正常，背单词当然有用，但记住了不等于能说出来。要真正开口，还需要听力、反应速度和大量的开口练习。很多学外语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。我们把它叫做瓶颈期。瓶颈期，就像瓶子的脖子一样卡在那里出不来吗？没错，你的笔译很生动。很多人放弃中文，就是因为觉得它太难了。汉字像画画，普通话有4个基本声调，还有轻声，有时候还完全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。对对对，还有那些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的字，比如买和卖，己和乙，简直让人崩溃。可是林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每天都在进步，只是那些进步太小了，小到你自己都没有发现。真的吗？可是如果进步了，为什么我还不能流利的说话呢？因为有进步和马上流利是两回事，很多能力都是先积累，再慢慢变成一种反应。关于这个，我来给你讲一个很有名的毛竹故事吧。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比喻长期积累和坚持。毛竹是那种长得特别高的竹子吗？我在电影里看到过，风一吹，竹林沙沙作响，特别美。对，故事里说，毛竹种下去以后，最初几年地面上的生长并不明显，后来条件成熟，它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向上生长。哇，那就不是只要几个星期就能长成一片大竹林了。没错，短短几个星期，它就能长到10几米高。你觉得这10几米是几个星期的努力，还是前面几年积累的结果呢？我明白了，前面那几年它其实并没有停止生长，只是在地下长根儿，对不对？太聪明了！这个故事常常把它的地下生长比作长期的积累和准备。学语言有时候也很像这样，很多积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起来并不明显。所以，听众朋友们觉得没有进步，其实就像是在地下扎根的毛柱，背过的每一个单词，听过的每段对话，写错又改正的每一个汉字，都是在地下悄悄生长的根儿。总结得太好了，这就好比我们学习汉字的偏旁部首。一开始你觉得学这些部首特别慢，很枯燥，是呀，是呀，比如三点水常常和水有关，提手旁也常常和动作有关。一开始我也觉得学这些干嘛，直接背字就好了。但是当你的根扎稳了，认识的足够多的部首后，再遇到不认识的汉字，你有时候就能根据部首猜一猜它的意思，甚至对它的读音有一点线索。那个时候，你的词汇量就会像爆发的毛柱一样快速增长。哇，听王老师这么一说，我瞬间觉得充满了力量。原来我们现在经历的迷茫和痛苦，都是为了将来的爆发呀。可是王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现在网上有太多那种视频了，比如3个月流利说中文，30天掌握2000个词汇。我每次看到这些，再看看自己笨拙这样子，就特别焦虑，总是忍不住拿自己和别人比较。哈哈，这就是社交媒体给我们的错觉啊！现在网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"每个人的花期不同"。花期不同，意思是每个人开花的时间不一样吗？对，迎春花在春天开，红花在夏天开，菊花在秋天开，梅花在冬天开。你不能因为梅花没有到花期，
就说他不够好，对吧？真的好有道理啊！所以别人3个月学好，那是他的花期，我可能需要1年或者3年。这并不代表我比别人差，只是我的花期还没到而已。完全正确。而且网上很多所谓速成的例子，往往只给你看了他们长出地面的瞬间，却没有告诉你他们之前在地下炸了多少年。也许人家之前学过别的亚洲语言，或者每天花了10几个小时学习呢。是呀，如果我只看到别人开花的那一天，却拿那一天来要求还在扎根的自己，那也太不公平了。灵山，今天你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。所以，在中国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老话，特别适合送给所有正在艰难学习中文的朋友。这句老话叫做“不怕慢，就怕站”。不怕慢，就怕站。慢我懂，就是速度不快。那个站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的站不是站立的意思，而是指停下来，不再往前走。整句话的意思是，做一件事情，走得慢一点没有关系，最可怕的是你停滞不前，彻底放弃。我懂了，就像乌龟和兔子赛跑，乌龟虽然爬得慢，但它一步一步一直在往前走，最后反而赢了。对的，其实语言学习不是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很多人一开始冲得太猛了，每天给自己规定背100个单词，看3个小时的书，结果坚持了几天就受不了了，彻底站在那里了。天哪，这就说的不就是我吗？我每次发誓要学好中文的时候，就会买一堆书，下载一堆 App，然后疯狂学3天，第4天就觉得，哎呀，太累了，今天休息1天吧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哈哈，这就是典型的站住了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哪怕你每天只学1个汉字，只听5分钟的播客，只要你每天都在往前走，1年下来，那就是365个汉字啊。当然，1个汉字只是一个例子，重要的不是每天学多少，而是能不能长期坚持。这不比你3天打鱼2天晒网强得多吗？ 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这个成语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做事情没有恒心，断断续续的，对吧？没错，学中文就像是在黑暗中建一座房子，你看不到进度条，有时候会觉得特别孤独无力。但是你要相信，你添的每一块砖都在让这座房子慢慢形成。太感动了，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在学中文，我是在修仙啊，慢慢修炼，总有飞升的那一天。哈哈，修仙这个词用得好，这就是文化的魅力。当你懂得了这些，你会发现学中文不仅仅是背单词和语法，还是在慢慢接触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。那王老师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回复刚才那位想要放弃的听众呢？我会告诉他：第一，接受现在看起来笨拙的自己，因为你正在像毛柱一样深深地扎根。第二，关掉社交媒体上的焦虑滤镜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花期。第三，记住这句中国老话：不怕慢，就怕站。每天哪怕只读1句话，只要你还在往前走，你就没有输。哇，总结得太精辟了，我也要把它记在我的笔记本上。接受扎根，等待花期，不怕慢，就怕站。走得慢一点真的没关系，只要方向是对的，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走，就一定能到达终点。没错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不仅学会了一门语言，更培养了一种叫做坚韧的品格，而这种坚持会慢慢变成你自己的能力。谢谢王老师，今天聊完这些，我的焦虑好像也缓解了不少。我相信也能让很多正在学中文的朋友重新找到一点信心。如果你现在也觉得中文很累，很想放弃，请在评论区留下“不怕慢，就怕站”这6个字，让我们一起互相打气。大家也可以订阅我们的播客，每天跟着我们一起走一小步，积累起来就是一大步。是的呀，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啦！别忘了点赞，分享给需要动力的朋友们。下一期我们继续一起学中文。